子银行嘛，跟传统银行其实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实体的这个分行了啊，我们是180%就是网上提供银行金融的服务了，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传统的系统啊、流程啊局限，所以我们的创新的速度跟在用户体验的方面可以进展到比较快。GS Bank 就是开户口只需要4分钟嘛，网上是这样写。这4分钟怎样做到呢？他们后面的那些所谓的 background check 啊，因为我们是个科技背景的公司啦，所以我们的投资都是在于这个后端的这个技术跟人才，所以就是很注重的，就是去解决这个 customer 的痛点啦。大家可能会对这种所谓的网上银行会很怕，会不会是个 scam 啊？必须要知道啦，我们是就是说不会有人去打电话给你啦。对，我们现在要呼吁GS Bank 是不可能会有人打电话给你我们就不会打电话给你卖你产品啦，就是对。嗨，你好，我是丽珍。你现在所收听与收看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理财好好学。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是电子银行的平台。2022年呢，国家银行就宣布了5家公司5家公司获得了电子银行的执照，希望通过电子银行呢，能够提升银行服务的便利性还有普及性，特别是让金融服务涵盖到更多的偏远地区，充分利用银行服务的国人。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 GS Bank 的营销执行总监叶燕涵 OK， 然后来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利用电子银行的平台来提升我们财务管理的效能。我们欢迎涵。谢谢邀请我来你们的节目。涵，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开始投入整个营业大概有多久了呢？我本身吗？就是 GS Bank， 就是 GS Bank， 就是我们开始营业之前，就是我们2022年大概宣布我们开始营业，不过其实是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的一团体的人已经在建立这了，所以其实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就是还没有宣布就已经开始，还没有宣布，其实已经开始了，而且筹备的时候也有，因为你也是需要和这个国家银行对接对，然后就是有就是要打算啦。要怎么去开始？那其实真正面对大众，就是 official launch 的话，正式推广的话，大概是在几时？是2023年11月尾吧，就是 Quarter 4这样子。Quarter 4对 ，yes， 我们将近1年了，要将近1年哦，所以将近1年后就来邀请你过来聊一聊。其实电子银行嘛，跟传统银行其实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大的区别就是电子银行跟传统银行，就是我们就是完全没有实体的这个分行了啊，我们是180%就是网上提供银行金融的服务了。传统的银行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用网上处理，可是还是某些的业务还是需要你到那个柜台上分行的柜台那边来处理了，所以我们就是180%就是网上的这个金融服务了，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传统的系统啊、流程啊局限，所以我们的创新的速度跟在用户的那个体验的方面可以进展到比较快一点。哇，这个你这样子的回答，我其实就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咯。第一个问题就是 GS Bank 就是开户口只需要4分钟嘛，网上是这样写，你们的官网是这样写4分钟。因为过去我是在银行，也就是面对柜台，然后要开户口。其实我们开一个户口差不多要接近最快也要1个小时，可是你们4分钟鲜明的对比这4分钟怎样做到呢？他们后面的那些所谓的 background check 然后可能要看对方有没有是 AMLA 或者 CTOS 等等一大堆的东西要 checking 可是你们4分钟怎么做到呢？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电子银行的这个好处啦。当我们开始建设这个银行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在银行的这个痛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就投资在那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的 background 也是technology，所以我们就可以很专心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是个
科技背景的公司啦，所以我们的投资都是在于这个后端的这个技术跟人才，所以就是很注重的，就是去解决这个customer 的痛点啦。我们的那个领导团员啊，也是在行，也是有相当的这个经验啦。所以打造的时候哦，就在这个系统跟流程的方面哦，都要怎么去比普通银行快，可是要更安全 at the same time 也是要符合 Bank Negara 的这个规格啦。了解，所以刚才就有讲到嘛，你们公司是以科技为主，然后我们也常常翻报纸或者是在新闻上我们有听到，哎，又谁中诈骗啊，然后又谁 click 的 link 啊，然后可能又钱不见这样子。其实，在网络安全这个部分啊，是GS Bank 怎样做到呢？因为大家可能会对这种所谓的网上银行会很怕，哎，会不会是个 scam 啊？或者是 GS Bank 会不会去做 telemarketing 啊，然后去叫人家买，然后或者是被人家可能盗用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普通的银行也常常给人家盗用这样子嘛，这你们要怎样做到所谓的网络安全？所以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就是180间就是网上的银行服务嘛，所以大众都必须要知道啦，我们是就是说不会有人去打电话给你啦。对啊，观众们可能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要呼吁GS Bank 是不可能会有人打电话给你跟你说卖你产品，这个我们就不会打电话给你卖你产品啦，就是这样子啦。所以所有的操作都是你自己要 either 你 download 下来那个 apps， 或者是你去他们的官网那边去开户口哦，不会有人 call 你哦。所以如果有人 call 你的话，那绝对是诈骗哦，大家要清楚这一点。谈安全的话啦，我们的系统哦，其实跟传统的银行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要符合一样 Bank Negara 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法规啦。我们开始营业前哦，也是经过了这个独立的这个 audit right 和认证后啊，才可以获准批准啊，才营业的啦。所以我们的起始系统是it's safe，right，跟别的银行说，就是说不会差，不会比人家差，也可能还甚至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时常也是有跟这个国家银行 Bank Negara 都有沟通，怎样把政策能协调一些，为了让数码电子银行可以更好的这个提供这样子的网上的服务了。所以因为我们也是数字银行哦，所以安全特别重要嘛，就好像你说嘛，对很多人就会说哦，没有分行啊，说我担心啊，看不到我的钱啊，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为了保障这个客户的这个账户哦，最重要是不要让这不法的分子滥用我们的系统，所以我们就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这个客户背景调查。所以当你开户口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经过一定的调查了哈，我也不能太详细的可是4分钟就哇，直接 screen 完了。对对对，哇，真的很快。这样你们的科技的那个系统真的是还蛮强大的。对，因为就是没有传统的系统嘛，就是一个全新建立的嘛，所以就比较干净吧，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 code 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当然现在暂时的需要是你开了户口之后，你要转钱from another bank account， 就是现有的 bank account。比方讲就是 Maybank 啊 CIMB 转过来，对，你已经现有的这个银行户口要转一个账进来你 GX Bank 的这个户口，才可以 activate 到你的 account。所以也是有一点依靠了。你现在银行的，因为已经 KYC 了，你们之前的户口，所以也是一个 the second layer of authentication， 就是这样子。这样转去你们的银行好像很容易哦，可是我要提款的话好像很复杂，对不对？我身边的人都说我们提款用 GX Bank 就是转钱转钱给我朋友吃了午餐转钱给朋友我转完钱了，别人用别的银行的那个 app。都还没 login 所以我们就是快在这一边。然后你要提前，就好像我们有我们的那个 debit card 我们提前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分行嘛，也没有 ATM， 所以要怎么提前出来呢？所以就是靠 Maps 咯，靠 Maps ATM。可是 Maps ATM 就是有那个费，有那提款费1块钱提款费，我们也了解，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免了这个费了。这个免是永久性还是暂时性？暂时还持久了，暂时还持久。如果有 update 了，我们会通知大家了。但现在是免的。
所以就变成每一家 Maps ATM 你都可以提款from 你的 GX Bank account 了。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转账的话，就是从其他银行。可是如果我们要出的话，其实我们去各大的银行的 ATM machine 基本上都可以提出来。对，就其实就真的很方便了。就不需要去找Maybank 的 ATM 啦 ，CIMB ATM， 每一个 ATM 其实都是我们的 ATM， 都可以这样讲。我觉得你们好像很善用就是而且也没有费，所以说其实你提款了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就会 send 你一个信息，就是说你的那个110G 的这个 Maps fee is waived。所以顾客也不用担心，也不用担心，也不用去检查你的户口啊，到底有没有被 charge 这样子。所以国家银行就是要成立这个电子银行，就是希望讲有更多的社群能够有银行账户这样子嘛。所以自然间第一个我们想到城市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可能大家都会有。可是一些偏远的，比方说我们不要说东马，我们说西马其实也很多地方其实是蛮偏远的，比方讲彭亨啊，或者是内陆地区，他们可能甚至他们要提一个款啊，可能要加一个车2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才到一个地方的提款机那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们有没有见解，就是其实也帮到对方，就是能够，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数据，有没有看到讲其实因为你们开始了这项服务，有越来越多的内陆朋友们，然后也是就是开始有银行的这个服务了。这样是没错啦，我们的早期的这个使用者都通常集中在我们城市地区啦。可是好像当我们看我们的那个客户的时候他们当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其实是我们大马算是低收入的群体啦，就是我们 B40 啦。所以对于郊外的这个社群数字显示我们的网络覆盖率和智能手机使用者其实很成熟，所以我们有兴趣的者基本上啦，你可以已经享用我们的线上这个服务啦。不过好像你说，如果我的钱在银行里，我没有 ATM 机，要驾车要驾半个小时，那个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啦。不过我们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想着underserved 的 segments 的时候 it's about 现有的这个设备whether it's transfers whether it's deposits 或者是 card payments 有没有符合到你们的那个要求。就拿一个传统银行来说，你如果要一个高利息的户口，通常很多条件，你要放一笔钱啦，你要投资啦，你要买别的产品啦，有这个锁定期啦。所以在我们这个定义中underserved 就是说，你其实我需要一个 high interest account， but 我没有办法利用它，因为我没有符合你的条件。所以当我们创造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这样想，怎样推出一个产品，每个人都可以明白，可以了解，而且很方便的可以去采用它。所以我们的那个 GX Bank Savings Account 我们的利息是 daily interest and then 是没有 conditions 的，就是无条件。这个我还蛮认同的，因为就是以前在银行做工的时候，基本上你要有一些 special rate， 你一定要就是有一些 minimum 的门槛啊，然后所以基本上很多的，比方讲 B40 或者是低收入，他没有办法享用到这种所谓的 special rate， 然后就每次都是拿到 board rate 这样子，所以在你们这边的话，就直接能够拿到更高的，对，所以也间接也帮你有更高的存款利息这样子，然后能够让你多存一些钱啊。我也看到一个可能就是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GX Bank 好像就是你要存钱就放里面，你就是不要做 payment 会比较好这样，因为你很难提款嘛，因为如果你要提款，你要去其他地方，除非你做 transfer 这样子啦。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其实 GX Bank 的存款率其实也蛮高的，是不是？大家第一个想到我要做 saving 我就去 GX Bank 这样子，因为它给我高利息，然后如果我要可能做一些其他的 payment 这样子，可能我就可能去传统银行这样子。我的目标是我们也做不了大家的 primary bank account，我们非常了解。可是我们希望就是想做到你是 secondary 的，就是说当你有 transactions，你可以利用我们的 account。说好像你要存款，我们有那个储蓄口袋，我们叫 savings pocket，就是帮客户
automate 你们每个月的 savings， 你可以 create like savings pockets， 就是一个储蓄的一个目标，然后说每天啊、每个礼拜啊、每个月啊，就放多少钱来做这个储蓄了。我们很多客户都是会用我们的这个功能了，因为我们的卡，我们的 debit card 也是其实有那个现金回扣，所以就变到我们有发觉我们的那个客户就是会把有需要就是日常用品啊，你需要用的。需要买的东西、采购的东西，你就会放那个钱进来，然后用它来采购你日常用品啦。像未来会不会想要推出就是信用卡之类呢？因为目前为止你的 debit card 就是你要里面有钱你才可以花嘛，信用卡的话是我先花了，然后过了20天我再还钱。以后的产品当然我们有参考过了。不过我们现在即将推出的就是 Flexi Credit。Flexi Credit 就是一个 credit line 啦。所以当你 apply， 你可以得到一个 credit line， 等你需要钱的时候，紧急需要用钱就可以贷款。这样它会不会很像可能现在传统银行的一些 OD Facility 这样子？哪一个形式比较像？它比较算是信用卡的 credit limit。OK， 所以你就想到你就是有一个credit line，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立即借贷，取用现金，就直接就会进你的 GX account。所以当你还的时候，你会填补回你的 credit line，然后以后可以再取款。这样子，刚才也是有谈到，就是网络安全是大家就比较在乎的部分嘛。我就看到你们也有推出一个4级嘛的网络安全保险，就跟 Juris 嘛，对不对？对。虽然是只是区的4级啦，可是保障才2万哦。Malaysia 的 PDRM 都有一个250千，就是25万，然后可是你们才一个2万，就是这样子的网络安全的保险啦，到底会不会吸引到国人其实想要去拿这份保险这样子呢？说来话长了哈，你看我们每天都在报纸上看到，对吗？很多人都被诈骗损失。I think 2023年我是about13 billion 13亿 right？so 这个是很大的这个头条新闻。可是当我们在想着创造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有想，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去报案啦，对吗？可能损失也不是说太大，也拍谁不敢跟人家讲，对，可能有很多原因拍谁，或者是觉得解决不了。可能我损失几百块、几千块，这些不可能会上头条新闻的。可是你要想，对一些财务困难的人就有很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虽然我们的银行有这个很强大的这个安全措施来保护你们的这个钱在我们的银行里，可是我们也不是你的 primary bank account， 所以你大笔的钱其实is off us， 都是跟别的银行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是在想，你如果是 vulnerable and 会被 scam 会被骗到的话，影响的可能是你别的户口，所以我们就跟 Zurich Malaysia 就是合作，就是说我们这个 Cyber Fraud Protect CFP 就是要保护你所有的银行户口，所有的银行信用卡啦、debit 卡啦。包括买你 e-wallet， 如果你有被online scam 或 fraud 的话的损失，这个 CFP 就可以保到你的这个损失。所以这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可以保护你的钱，可是我保护不了你所有的钱，你所有的钱。所以就是这个 CFP 就是来给你这个additional 的这个保障啦，就是这样子说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非常的受欢迎，真的很受欢迎。OK。我们的客户的订购其实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不要说只是订购了，我们每个月的这个 renewal 啦 ，plan renewal 啦的那个订率也是超越我们大家的这个预定了。It's a very good success for both 我们的 bank and Zurich。OK。我重点就是说，
我们推出这个产品不是因为我们不安全，对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有收到顾客说啊，你的银行这么安全啊，为什么你还要保障啊？这是因为我保不了你外面的钱啦，你的 e-wallet 的钱，你的卡的钱啦，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就是 serve that purpose 啦。这样你刚才有讲到，就是其实你们是没有 telemarketing 的嘛，对不对？对，所以那个是全部顾客自己 click 的咯。对。所以我就是好像我们这些 marketing 啦，我们就会发这个短信啊，就是说跟你说有这个产品啊，然后这个产品怎样好啊，这样子，然后就带你进到你的 app 的那边来更详细的了解了这个产品了，所以他们就是可以当场就购买。说到这个信息，我想问你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也是因为来了 message， 然后 click 啊，然后就钱不见了哦。这样你们的信息是讲，然后讲去 ensure 讲，其实不是人家盗用你们 GX Bank 的，就是我们的 app notifications 啦，所以就是 the notification come from GX Bank 啦，不是短信，是我们的 app notifications push notification。亲爱的观众，大家记得哦，他 GX Bank 是不会 send 那个就是 SMS 给大家的，是你的 notification 在你的 apps 里面的 notification 啊。所以如果你又有收到很奇怪的，就是 GX Bank send 给你的话，千万不要去 click 啊，那个可能也是诈骗来的啊。OK， 不管你收到 SMS 或者 WhatsApp， 只要是电话号码啦 coming from a 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来了，跟你说我是警察，我是谁啊？直接 report spam， 直接 delete， 不要去管，不管人家跟你讲 investment return 极好，就是不要去理了。我觉得 delete 还不够，你还要 block 掉。对，所以我还 report Google and block the number。OK， 还可以这样的哦。对。好，那目前为止啦，就是开始营运的，就是总共5个license嘛，最后只有现在在市场上只有3间，就是你们 GX Bank， 然后还有 Boost Bank， 还有 Eon Bank 这3家，还有陆续还有另外2家会来这样子啊。然后大家其实都在一开始就是开始营运的第一个方式就是用高利息来抢顾客这样子啦。是这样子的高利息是因为你们的营运成本低，所以你们都可以一直保持着这个高利息，还是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营销手段呢？就好像说了，我们的这个利息就是也不是最高了，我们起初推出的这个利息也不是在市场上比起传统银行高，是比起传统银行储蓄户口高，就是这样子。当然，因为我们电子银行是你可以说 operating cost 是比较低了，所以才可以 offer 这样的利息了。所以我们在早期的阶段的时候，这个利息也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可是也是可以吸引了很多的顾客，因为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 experience 是比传统银行比别人的都好，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个利息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已经1年了嘛，所以我们在这个需要发展，在发展的过程内就发觉到需要做一些调整。为什么要做调整？这些调整呢，是让我们可以推出更多新的产品，更多新的功能，帮助客户在不同的方式下受到利益，不只是说在 interest rate 的方面受到利益。我们有做了一个调整啦，就是我们其实是3%，现在已经是2%，还是比普通银行来的高。对。重点就是还是比你的普通储蓄户口的利息高，而且我们是没有条件，所以还是依然有这个优势啦。当然利息也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业务战略跟方向啦会进行啦。如果在外国消费啦，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官网就是讲无加价无隐藏费用，是不是你在外国的话，基本上你们的那个 exchange rate 其实算是蛮 competitive， 蛮有竞争能力的。就是我们的 debit card 在外国你消费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说是一个 no markups no hidden fees on foreign transaction，所以就是说当你在国外消费的时候有些银行会在你的货币兑换率上加一个%率，再 charge 一个 percentage charge，这就是所谓的 markup 或者是加价啦。所以就是你在外国 transact 的时候你需要付的这个一个额外的一个费用，这些是看不到的。当你只是看到的时候，已经进了你的 charges 了。对。
所以我们的无加价无隐藏费用，就是说你在外国使用我们的这个 debit card 的时候，GX Bank 是不会在你的兑换率上面收取任何的这个额外费用，这个是第一点啦。不过我有一个 advice for everybody right， 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了，或者是没有察觉到，当你在外国的时候你消费的时候他有时会问你要在用对方的货币还是马币或者是马币来交易，always choose to transact in the foreign currency。because 当你选择外币交易的时候，你其实是用 GX Bank 的这个 rate，跟这个优惠才可以得到。你如果是选择 transact 交易马币的话，你是用外国他们 merchant 银行来帮你做这个兑换率，所以就会有 extra charges。所以记得，所以听众朋友，你们记得了吗？就是如果你们使用 GX Bank 的话，或者是我觉得其他也一样，就是我们都要选择的就是对方的那个货币。比方说你在泰国就选泰铢，比方说你在中国就选人民币，这样子千万不要选马来西亚货币哦，因为大家可能会第一个觉得讲我的整个收入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然后马币会比较容易看，其实间接你也是 pay additional 这样子。对，所以当你用外币的时候，选择外币的时候，就是你在用 GX Bank 跟我们 Mastercard 是来做这个兑换率的，所以你才可以享用这个无加价。这样我很想了解你们的那个所谓的 exchange rate 你们是用哪一个就是哪一个 spot market 这样子呢？我们是跟着 Mastercard 的 currency rate Mastercard 的啦，OK。So 其实有些王者已经是知道怎么去得到这个 currency rate 了。其实 Mastercard 有 publish 在他们的网上了这个 rate。所以 let's say 讲你要用，你现在又知道了你可以去 Mastercard 的官网就可以看到你的 rate 除此之外你在外国消费也是可以得到我们无限的这个1% 的 1% cashback。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知道的，就是你外国提款我们也是没有收费的。因为一般银行会收一个10令吉嘛。对，我们没有，我们外国提款手续费是没有的。这样好像感觉上真的是 GX Bank 的 debit card 好像 very powerful 啊。对，所以我们的 debit card 已经有很多人就是说做了 comparison 也是被承认是大马其中最超值的一个旅行卡了之一。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到了就是基本上很多的开始 Mule account 的出现啦。OK， 然后会不会担心其实那些用户也被盗用因为可能在城市的话他们教育水准可能也会比较高，可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话他们没有，可能对方愿意给他一个就是一个户口，开户口有一个100块他就很兴奋去开户口。这样你们要讲去杜绝这样子的所谓的旅资户口呢？早时候我有提过嘛，就是当我们客户进来的时候，我们有经过非常严格的这个背景调查了。所以如果你好像说你有 history of being identified as being a Mule account， 但我们其实是不会给你开户口的啦。就是这样子了，第一了。然后第二就是说我们有设下一种相当先进的这个交易监控系统。real time transaction monitoring 啦，它会有 chart 这样子吗？会有图表让你看到？会有的，所以就是 in real time 我们就可以监测欺诈的这些行为啦。所以当然 all of this is 都是利用到 AI machine learning 的协调啦，来帮我们 identify abnormal transactions 啦。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已经跟你们开户了一个半年，然后我平常的花费可能就是在500以内，我突然间那个月好像很多 transaction 一直都是然后1000，然后你们就会马上的停止那个户口吗？所以好像如果你平时都是做 transfer 50令吉100令吉，忽然间你做一个1万的这个 transfer，我们会有一个 step up authentication， 所以平时你可能用指纹你就可以做 transfer 了，所以忽然间我们要你做facial verification 这样子，所以这是 additional control，所以这些是 dynamic 的。很多时候我们讲 AI 是会让人家失去工作，其实 AI 也是帮我们去 prevent 一些东西这样的。对，所以这些就是在今后了就是很看不到的。不过可是我们也是有 customer 说，干嘛你每天要我 facial verification， 就是说很麻烦。说最重要就是这其实也是为了你的那个账户的这个 security 了。
所以这样子的智能的优化，你们其实会每个月都发那个报告给顾客吗？就好像一些 budget 啊，它的到底它花在哪一个部分比较多啊？食物啊、交通啊等等。暂时还没有这个技能，可是下个月可能会有一些新的 capabilities 了。这样我好像太快访问你了，应该下个月才访问你。那关于到如果 budget 方面呢？如果 let's say 讲，你刚才讲到 saving pocket 嘛、let's say 它的 saving pocket 可以 set up maximum 是最多多少个 saving pocket 这样子？它是不是属于是跟我们要做的预算其实是雷同这样子的呢？就是so savings pocket 重点就是每一个定期的这个储蓄嘛，所以你在 saving pocket 的那个 funds 是不能转出来的，它只能转进你的 main account， 就是说 you set and the purpose is set and forget， 就是我就是转进的，这是我的储蓄目标，车啦。孩子读书啦，房价 down payment 啦，所以就是 set 一个时期，可能5年，然后每个月每个星期都是从我的 main account 就是过钱过去，所以一个 savings pocket 就是那个钱是不会再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帮我们的 customers start 这个 habits of saving 自动储蓄的这个习惯啦。可是我们也了解。Sometimes 你需要钱就是需要钱，对，就是我的钱可能绑在 fixed deposit 可能拿不出来，拿出来也是没有那个利息了，所以还是算是 flexible 啦，就是说你可以随时都可以从你的 savings pocket 取出来了，所以当你的钱在 savings pocket 的时候，也是可以享用一样的那个每日利息啦，as 那个 main account。所以是没有损失的。所以你把它取出来，会不会整个你的那个saving pocket 就等于是没有了，然后重新设定，还是又可以？不会的，所以我们其实，当你 set 了一个目标储蓄目标我们也是会 encourage 你的说，你还没达到你的目标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message 啦，对你。了解。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找汉来接受访问是一个很对，因为大家都可以拿到一些 tips 了，对吧？就是你出国你要用就是 JS Bank 的 debit card， 然后你要怎么去选择外国货币还是本地货币，然后甚至是你可以买那个所谓的 cyber 的 security cyber fraud protect 的那个保险等等，就还蛮多东西的。这今天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丰富的一个访问这样子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燕涵来跟我们做分享，就是如何最大利用电子银行的平台呢，来提升我们的财务管理的效能。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收看到我们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期再见。